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呢，这个跟单靠不靠谱？我相信大家在刚开始接触交易的时候，一定有加入过什么喊单群啊，给你信号啊。那所以我今天会选这个主题讲呢，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要大家对跟单有一个错误的认知，那就是跟单是什么，然后喊单是不是有用？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这个问题。然后相信如果说大家在结束之后呢，会对跟单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跟单的本质是什么？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不会的东西，那我就请专业的人来代劳，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去过医学院，所以我不会看病，我不会开刀呢，所以呢，我去医院，他们帮我看病，给我开药，给我开刀，就是因为我不会，所以我就付钱，然后来去买这个服务。那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会觉得说，交易的这个方式呢，我也可以让专业的人来告诉我说怎么做。你如果说你不会一个东西，你去请教专业的人士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的。我们会觉得说，交易好像就是要让这个专业的来，然后他告诉我们怎么去交易就没有问题呢。但是呢，跟医生、律师、厨师这个又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好像你不是去让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开刀，而是说你是让就是医生在线指导，教你如何开刀，你在哪里要下刀啊，你要在哪里去止血啊，这些呢，通常就是如果说你稍微想一下的话，就是其实是来不及的，就是你怎么可能让医生在线指导，就是在你旁边指导，让你去开刀。如果说你以这样子的思路去想的话，那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因为你如果让一个完全不会开刀的一个新手，然后有一个超专业的医生在你旁边指导你，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问题，跟那个在线指导开刀是一样的，就是跟单的问题呢，就是会有资讯不全、时间滞后、盈亏周期还有过度依赖这4个问题。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想说我跟单我就可以赚很多钱的话，那其实是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在跟单之前呢，你会需要去思考说这些问题能不能克服。第一个，资讯不全。为什么资讯不全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那些喊单群他们都会告诉你说，入场位，然后你的止盈止损在哪里 OK， 然后就是这样子。那他们不会告诉你说他为什么要下单，然后他为什么止损放在这边，他也不会告诉你风险的管理，就是你是要到哪里看到什么，那你可以考虑出场，或者说仓位的大小，多少本金，然后要下多少手，然后才可以去做这个单。那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呢，他就算可能非常的仔细的告诉你他的入场的理由啊、出场的理由啊、入场位啊、止盈止损这些，但是呢，他还是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交易的直觉是我们没有办法复制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在下单的时候，尤其很多一些他们不太负责任的一些喊单群啊，他们就只是说这个入场位止盈止损在这里，然后呢就是还没有跟上的小伙伴跟上啊，他就说这个入场的小伙伴现在我们已经赢了多少啦，就是有多少获利啊，他们就是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招揽。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知道他比较更深层的理由。蛮有意思的那些群，就是如果说这个单输了，他们就会非常的安静，没想到被你看穿了。最后呢，我们会讲到就是跟单的一个正确用法。我不是完全排斥跟单，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跟单只是想要赚快钱呢，不要跟单，绝对不要跟单。因为如果说你跟单的一个概念错了的话呢，那其实对你来说在交易的路上是完全没有好处的。OK， 所以第二个问题呢是时间滞后。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电话游戏？大家就排成直线，然后呢，这个人就是讲一个字譬如就说是维他命，好像一个字比较简单，可能他们会讲一段话，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往下传，然后传到最后呢，可能维他命变成要你命之类的。中间传的越多，那你到后面的这个结果就是会越不一样。那尤其是这个交易这种分秒必争的一个东西从喊单大师他是从分析市场
然后呢到他自己下单，然后发出讯号，然后到你收到讯号之后呢你下单，那这期中间呢你可能就已经错过了这个交易的一个机会，那甚至就是会有一些误差，因为这个时间之后，所以导致呢你的这个下单的时机错了，那就代表你的止盈止损的位置有一点点偏差，因为这个下单之后还没有完，那下单之后呢他可能会给你讯号，就是他又会说我要在这里出场了，然后他发出讯号，然后你收到讯号，然后你出场，那个时间段又是一个电话游戏，就是说呢你可能会有一些延迟，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说单靠这个跟单群然后去下单的话呢，你的交易的品质并不会那么的好，因为你是有一个时间滞后的问题。当然就是现在有这个系统跟单，就是有一个 AI， 就是他们一下单你就可以下单，那但是呢这个会带到这个我们下面两个问题，盈亏周期还有过度依赖这两个问题。盈亏周期就是我们知道说交易是没有不会输的，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周期，就我自己本身有的时候也是会有突然就是一个时间段是我一直输。你在跟单的时候，你是跟这个交易员，他也会有盈亏周期，赢的周期呢就可以拉很多人，然后付很多，就是赚很多钱这样子。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没有不输的系统，那你就算找到一个大神，对不对？然后呢你觉得说他可以帮助你赚很多钱，那但是你自己能不能相信他？就是我们做交易的呢，我们交易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说我看到什么，然后我会在这里入场。但是呢就是因为你跟单的话呢，你看到的东西并不是我看到的东西，你看到只是说就是欧尼哥叫我在这里入场，所以呢我入场了之后呢，你看到的你只会看到结果，就是我这张单最后是赢还是输。那如果说赢了的话呢，那你就说那我下一张单我也要继续跟，那下次可能就是放更多钱。那但是呢你不了解这背后的风险还有他入场的理由的时候，那你可能他在输的时候他是输一次两次三次，你能不能坚持，能不能相信他不会再输下去，然后你能不能等到这个交易的周期回到由亏转盈。那所以呢就是跟单的人呢会遇到的问题，他就是会一直换人跟单，那一直换人跟单呢就其实就代表就是你是一直换交易的方法。那有一些人他们在交易的时候他们会就是说这个交易方法没有用，所以我就换这个交易方法。那如果说这个交易方法举例来说是 70% 的获胜率，我们不知道这 30% 是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所以你要熬过这 30% 你才可以迎来这个 70% 的胜率。那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人的胜率，你不知道他的入场理由，那你刚好好死不死你碰巧他连续输了5张单，然后你就说这个人不行，我换一个人，然后呢换了另外一个人他也刚好连续亏损5张单，那但是你在跳的过程中呢，就是你永远坚持不到他这个70%的胜利。对，这其实要看运气啦，就是因为但是如果说你一直换人跟单的话，那你就是其实跟你一直换交易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是没有了解这个系统整个周期的一个时间。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算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人，那你没有办法坚持，你没有办法就是走过他的盈亏周期的话，那其实也是没有用的。OK， 下面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过度依赖。那我们讲说大树底下好乘凉，风吹树倒猢狲散。我们当然都很希望就是说可以比较简单的去过日子嘛，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要想就是说，就算这个人不是骗人的，就算他的这个盈亏周期我知道呢，我可以跟到底。但是追根究底来讲如果今天这个大神他不想喊单了，那怎么办？对不对？那你又会打回原形，就是说你可能跟着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如果说突然出事或者说他不想喊单了，他觉得太麻烦了，对不对？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喊单，如果说你要做得好的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他所承担的压力也不是一般的。那所以基本上那些真正会交易的人他其实不会喊单，然后真正喊单的人呢他不会交易。那但是就算他会交易，他会喊单，他让你赚了很多钱，
那你要去思考，就是如果我在这中间不学习，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判断这个市场，我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的话，那你其实这个大神走了，那你根本也是不会更多的成长吧，对不对？那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前面几个理由都是很好的理由，但是最后这个理由呢，就是我会呼吁大家不要去单纯的跟单。OK， 所以下一个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跟单是不是完全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跟单不是完全没有用，但是呢，你会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考。跟单的正确打开方式呢，就是借鉴、练习跟分析。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借鉴别人的这个下单的方式，所以你知道说，我的入场的这个理由，出场的理由，我的止盈止损放在哪里？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入场？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出场？我要看到什么不会继续做这个单，或者我看到什么我要去加单？如果说有这样子的群，就是说他会告诉你很详细的说，他这个是怎么做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回顾，就是说他这个是怎么做，然后呢，他之后可能会怎么做，然后呢，你就是跟着去练习，然后是怎么样去下这个单，怎么样去看这个市场，借由别人的眼睛，然后来去看说，他看到了什么，那我看到了什么，那我没看到的东西呢，我是不是跟他是有一致的想法？那我自己是觉得说，交易这个市场之所以是市场呢，因为它有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就同样的一个市场，你可以做空，我可以做多，我有我的理由，你有你的理由，那可能最后我们都赚，我们都赔，或者是说你赚我赔，我赚你赔这样子。但是呢，这就是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才会造就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讲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分析市场，然后我跟你们分享我的这个订单呢，不是说我绝对是没有错的，而是说我分享给大家说我看到什么，然后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下单。所以如果说是可以借鉴我的想法的话，因为交易其实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道路啦。那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有这个平台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交流，那其实呢，我觉得跟单并没有什么问题，那只是呢，你会需要加入你自己的一个想法，你的这个你的目的是去练习，然后就是可能骑脚踏车刚开始学是需要有辅助轮，然后你有2个辅助轮，然后你骑阵子之后呢，你找到那个平衡点，你可以拿掉一个辅助轮，然后呢，你可以最后再拿掉一个辅助轮，然后你就可以自己的上路。那所以跟单也是一样，就是我不排斥跟单。但是呢，我排斥的是一个偷懒式的一个跟单。你跟单只是因为你不想要去思考，你不想要去在这个市场学习。那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你会需要就是有正确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方式，借鉴、练习、分析。你借鉴大神他的一些逻辑，然后呢，你用这个逻辑去练习，然后去看说，他的逻辑适不适合我，然后呢，用这个逻辑去分析市场。所以在他没有跟你说，什么时候下单的时候呢，你去看别的货币对，你看到用同样的逻辑所得到的一个机会，然后所以你就下了这个单。那所以呢，藉由这个方法呢，跟单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更好学习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帮助你躺着赚钱的一个方式。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金句，所以呢，这英文是叫 When performance is measured, performance improve. When performance is measured and report back, the rate improvement accelerate. Pearson's Law。我自己翻译说，当绩效被衡量时，绩效就会提高；当绩效被衡量并反馈的时候呢，进步的速度就会加快。那我们在交易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 performance， 就是当交易被衡量的时候呢，交易就会提升；当交易被衡量并反馈的时候呢，进步的速度就会加快。很多时候我们在交易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回去看我们自己的交易的一些过程，那我们都只看到结果，赚了我就很强我赔了我就是垃圾。这句话呢，我觉得是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就是说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测试、去测量，就是说，我的过程是什么？就是我这个过程是不是正确的？那结果呢？它只是一个结果。
对不对？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测量说这个过程它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那很多时候你的过程是正确的，但是你的结果不是正确的，那没有关系，那你可以就是继续去测量，然后并反馈。那所以呢，这句话就是送给大家去思考，去咀嚼一下这句话，就是说是跟单是不是有用的，然后呢，你要怎么样去用跟单这件事情来去帮助你去在交易中进步，然后到最后可以独立。OK， 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订阅与点赞，那我们下次见，拜拜。